你如果不搞到出人命，你民进党就不动作吗？他们3月就已经全身心投入大罢免，谁管你7月的时候堰塞湖啊？现在为什么不着急了？因为已经溃堤了。好啦，堰塞湖没事啦，问题是死了多少的人，牺牲了多少条生命。整天黑傅昆萁看不见人影，干干净净，结果吴峥你看谁在摆拍啊？唯恐天下不知道他在现场，就怕你不知道说民进党来喽，今天大老爷就来喽。Ladies and gentlemen, welcome the host. 昨天有部分的水流又进入到光复市区，当时造成志工仓皇逃离，救灾车辆也紧急撤退。不过后来水利署第9核酸分署说没办法挡下来，现阶段一直在抢修，有一些溢流出来的部分，但应该不是大危险。就是在当时水流还没有恢复到河道，导致部分水流一直在市区流窜。目前7个失联的人员下游还在同步搜索，为什么？因为它可能被冲到了更远的地方。336线因为靠近河体啊，土石砂石积得非常厚，所以目前只能靠怪手开挖，那里面有没有失联的民众，目前也还不知道。大家也知道这个土石它的粘性非常的高，如果你踩进去的话，想拔出来啊，相当不容易啊，必须要旁边人来帮忙，所以这个环境是非常非常恶劣。有一个好消息是，终于市区不用再担心淹水了。花莲的马太安溪流入市区的部分，终于成功改道，引进了深水槽。它溢流的部分，这里是一个堤防的缺口，这里重点是，这就是所谓的深水槽，也就是它平常水流切割比较深的地方。其实马太安溪平常的水流量并不算多，但是因为这个地方土石的冲刷比较激烈，所以你也可以看到大量砂石淤积。马太安溪如何把它引回深水，这是整个的重点。现在终于把溪水引回到市区里面了，成功改道，灾民终于不用担心再度淹水，也让救灾的效率可以提升了。它这个堤防非常的矮小，溢流的时候，整个溃坝的时候，它的水量夹带泥沙过来，基本上你看又把河流跟堤防之间的高度又拉近，这才是这整个最大的一个问题。当然呢，很多人就说，呵，水利署短短几天将马太安溪改道成功，水流呢不再流进光复了。我知道大家都在想，之前都在干嘛？答案是大罢免大成功，这么快就搞定了。那之前为什么搞不定呢？这就是大家最大的疑论了。水利署在昨天一整天努力之下，在早上10点，我们已经成功的把马鞍溪原来流入市区的水导引到我们的深水槽里面。第二件事情就是，因为水已经改道了，所以首先可以提供市区这边救灾的效率。再者，我们即刻进行地道防线土堤位置，我们希望赶快来做这个土堤，一样是以2周为我们购置完成的目标。既然做得到，那之前在干什么？马上就有网友想到这个人为什么不做呢？因为这个没有什么事情比大罢免大成功更重要啦。所以呢，民进党之前到底在忙什么？因为7月8月的时候最重要的事情是什么？就是大罢免大成功。大家都觉得很奇怪啊，你赶快把重型机去调来，把事情处理处理。现在讲了一大堆的理由，怪地方花莲政府做不好，每天派网军到处出征。最近我就一直在想说，为什么我最近黄标吃成这个样子？终于我后来想通了一件事啊，就是英系网军回来，因为现在的民进党秘书长徐国勇就是英系的骨干，所以他现在每天干你流量，干你抖内，干你限流。再来讲到抹黑，最惨大概是傅昆萁。很多在扣带上，我们就送到我们这边。我们去问一下你愿意吗？没有，我们在争取了，好不好？是。所以我自己的物资，我自己清来放在这里。当然我们也是这样的。所以大家可以看到，傅昆萁是真的有下去走。这几天侧翼针对傅昆萁跟徐宗彦，真是发起的一轮又一轮的猛攻。民进党是到处带着他们的人到处摆拍，最扯的就是吴峥，唯恐天下不知道他在现场，超级高调。民主进步党赈灾物资专车，这么大一个棚子，挂着民主进步党党旗，就怕你不知道说民进党来喽，青天大老爷就来喽。民进党来喽，物资就来喽，整天黑傅昆萁看不见人影，干干净净。结果吴峥，你看谁在摆拍啊？然后你自己看哦，傅昆萁被网友问他说：“你被骂怎么办呢？”没关系，那有时候我们做到就好，就刚才所讲，笑骂有人，笑骂有人，一定有声音，我们该做的就好。好，谢谢，辛苦你也辛苦，辛苦辛苦。这是民众自发性的把它拍下来上，太夸张了！民进党整天在那边作秀，从之前台南风灾的时候，何博文在干嘛？何博文在摆拍，到现在啊什么很干净？那你干不干净呢？你民进党干不干净呢？下去到地方全部穿背心，最怕大家不知道民进党在灾区有在努力。你要真的那么认真啊，你为什么不从源头直接就把堰塞湖给解决了，把整个灾区造成了大灾，才整个进驻说他们要做赈灾的工作？
然后再来，我觉得最扯的是这个啊，目前侧翼民进党全党忙救灾，各种省扑马黑熊，各种摆拍记录的；国民党全党忙抢大位，他们现在呢就说要办这个国民党党主席大辩论；民众党全党骑车忙选举，这3项抹黑蓝白，啥事都不做。我觉得这真的是有点过分了一点。我今天发了一个堰塞湖是天灾，用溢流取代溃坝是人祸，结果呢一开始冲进来留言都是青鸟，只做人身攻击，不做实际讨论。他们没有在什么好了啦下去啦硬破，谁跟你硬破？事实就是堰塞湖虽然是天灾，溢流就会造成溃坝。什么是溢流？就是当水流漫过坝顶的时候，它会形成垂直向下切的水刀现象，往下一切它就会溃坝。当年石门水库它是一个土石重力坝，当时它就发生过将近溢流状，它必须紧急限用，因为一旦溢流水流往下冲的时候，它就会向下切，一下切它的整个的坝体就会往下切深。这个坝它往下切的时候，有没有看到这个小 V 型？它本来这里整个都是水面，对不对？那现在发生溢流，水漫过来之后，水会往这个去切，一切它就会下切切深，一切深它的坝体就往内收，所以它就越切越深，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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到时候你的坝体就会被切出一个 V 型缺口。所以只要是堰塞湖，最怕的就是溢流。他们所讲的是自然溢流，这里因为大雨一来，如果你是小规模水流往下流，那它的溃败不会那么严重。但是当你的水量一大，你一往下溃，那叫溃坝。那我就问一个最简单的问题啊，你的坝剩下8%的水，不是溃坝，什么是溃坝？你如果是单纯的溢流，那你溢流出去，你的水量应该都维持在满高峰状态啊，就是因为溢流的水量太大了，造成的溃坝。这个政府到现在还在玩文字游戏啊，对老百姓一点感觉都没有，非常的可恶啊。说没有国民党的人下去，没有民众党的人下去，多少小草去救灾了？作秀很容易，做事很辛苦啊！国民党去了多少人啊？包括张善政、台北市议员林杏儿啊，人家真的都带队下去清扫。桃园市议员还有谁？张善政桃园市长利用放假期间呢，赶快到现场。另外还有一个针对县长徐榛蔚，一直说徐榛蔚阻挡怪手前进，因为民众卡住了，有没有看到？这个因为它这个泥巴是很粘稠的，它那个水一来，它整个沉淀之后它很松了，一踩下去就粘住了。民众要来跟县长陈情啊，结果卡住了，所以呢，县长赶快走过去找县府人员去救他，然后旁边的卡车要过，所以他跟他说对不起，对不起，对不起。啊，他终于走出来了，粘住了。有没有看到？终于脱困了。这是一个阿姨啊，只是因为三毛司机他们等的不耐烦，他要赶快下来呀，所以他在那喊说：“你不要作秀了，赶快走开啦！”而且这个是他家门口，他跟县长说：“我家里面淤泥那么多，因此请县长赶快调人力来帮他的忙。”那旁边怪手要卸，他就站在他家门口嘛，所以到底在吵什么？有作秀吗？哪里作秀？整天断章取义。今天受访其实是在台风前就安排的，本来是一个例行会议，就是讨论我们计算的结果，然后堰塞湖到底该怎么处理，就没有想到这个堰塞湖垮了，所以今天的会议就是可能会讨论到底发生了什么事情，然后更重要的是那后续该怎么办，应该是一个非常技术性的讨论的哈，没有不牵扯到其他政治的议题。然后当时水保署就是评估就是10月初会发生1点3万的状况，但大家告诉说难道会办更早去做？它为什么会垮掉？完全是因为台风嘛。可是你台风什么时候来，你也没办法预测，所以很难讲。就像我讲的，今天这会议本来是在讨论怎么样来处理，就没有想到是要讨论怎么样来善后，所以这个都完全不在我们可以掌控的。我想问一下，我们在这一场会议之前，我们讨论过几次了吗？还是说这是非常关键提问？就说整件事情我们介入到现在，也就是短短的2个礼拜而已嘛。所以刘世芳说找李鸿源讨论，结果是这2周的事啊，各位，这2个礼拜啊，不就是9月15号开始，从7月堰塞湖就形成，拖了整整2个月，发现解决不了，才厚着脸皮去找李鸿源来协助。那为什么拖到9月呢？大罢免大成功啊，就这么的大罢免啊，要不然忙什么？要不然忙什么？你告诉我嘛，不然你民进党到底在忙什么？你内政部到底在忙什么嘛？你刘世芳在忙什么嘛？17大清定，我也当清清便便，做人台湾做的主人好不好？做人台湾做的主人，台湾做的主人，台湾做的主人。每一声5年，拢是要用在台湾的土地，拢是要用在台湾的人民，拢就是要对咱的头家来负责，安尼做。他们3月就已经全身心投入大罢免，谁管你7月的时候堰塞湖啊？到8月大罢免结束之前，谁有时间理你啊？这个当然我们内部有讨论，我们跟内政部一直都密切的在讨论。家长因为昨天现场误发这个海啸的状况，那部长是要请教，这通常如果其他国家或者自己国家如果发生堰塞湖这种严重的所谓溃堤状况，应该是要发死保指出来，是发这个海
感受大家不同。不是，因为堰塞湖我们没有碰过，然后我们以前像水利署，我们要泄洪，我们有一套警报啊广播的这个机制嘛，但是在一个流域里面嘛，但是因为堰塞湖也没碰过，所以现在连到底谁要来发这个警报，恐怕都没有弄清楚。我相信，我也希望政府把整个机制弄清楚。之前有提到这个关涌现象，那刚刚对刘教授说现在这个几率比较低，但是应该没有了，我觉得是朝一个还比较好的方向，水慢慢的流光了，水不流光了就慢慢在消失当中，所以我觉得目前为止看起来大概不太会有一些很立即的危险，因为目前的这个渗流的状况，我们认为这是一个好的现象。现场指挥官指示可能是为什么混掉？现在已经是一个面对堰塞湖这个已经垮掉以后，剩下好像600万吨是吧？我是觉得现在就是交给专业技术性来讨论的，交给专业来处理，但代表之前都是外行领导内行，这话就是这意思啊。就之前你刘世放在干嘛？交给市长，我觉得这个成绩挺好的。我回答一下，原本那个东华大学的报告是说撤离600多个人，那台大团队介入之后变成8000多个人，可以再帮我们解释一下？我想这个尤教授有跟你们解释过了吧？哈，你就以他的解释为准，因为算是他算的，不是我算。就您的角度而言，认为说这个坝体现在还是就是处在这个持续观察的阶段。这个坝体严格上主坝都已经垮了嘛，当然现在还有泥沙水还从积水区再进来，它还是会累积水量嘛。但是目前看起来，除非台风再来，不然它现在的累积水量就是600万吨，然后慢慢在减少当中。我觉得这是一个比较好的一个 signal， 就是持续观察吧。我觉得赶快让灾区善后，让灾民好好生活了啊。其实也不要，当然你要注意，但是不要恐慌，也不要反应过度。现在为什么不着急了？因为已经溃堤了，就非得要搞到出人命啊！民进党才要动作。你如果不搞到出人命，你民进党就不动作吗？要死了这么多的人，现在看起来好啦，堰塞湖没事啦。问题是死了多少的人，牺牲了多少条生命？老实讲是相当无奈，相当无奈。看李鸿源在讲的时候，我有时候觉得真的很过分啊。